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2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叫社会主义好唱起来的时候，第二个是台湾申请加入CPTPP 两岸开始竞争我们先讲第一个社会主义好，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第14届全运会开幕式9月15号晚上8点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观礼那么开幕式其实全程基本上是标准程序运动员入场升旗宣誓，然后是文体展演文体展演的主题叫什么呢？叫这个奋进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这个很有文革的味道，奋斗那演出包括序曲叫迎宾古镇一听这鼓就知道安塞锣鼓然后是民族根、延安魂这都是习近平很喜欢的东西延安嘛，红色基因嘛最后是中国梦中国梦是习近平提出来的中国梦、红楼梦然后这个演员闫妮和张嘉译高歌一曲社会主义好那么其实是个合唱他领唱，那么唱的气宇轩扬，激情澎湃。闫妮是穿一身红色的布拉吉然后张嘉译穿一身的这个工作服工人的工作服。很有那种这个文革的调调。最后呢是演出结束之后呢，由这个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获得者杨倩点燃这个全运会的主火炬。晚上的9点半，9点35分，最后是主题歌唱跨越结束1个半小时，时间不长。陪习近平看演出4大金刚，丁薛祥、刘鹤、这个陈希这个何立峰这是4大金刚。丁薛祥是中办主任，刘鹤是副总理，然后是这个陈希是中办主任，组织部长，然后是何立峰是发改委的主任。那么最近有说刘鹤因为滴滴上市主动做检讨，也没啥其实这种在中共党内很正常在领导批评之前先检讨这也是可以的。然后是谁呢？然后是孙春兰是什么？孙春兰副总理那疫情基本上全他在抓那么国务院的代表，然后是谁呢？然后是蔡达峰蔡达峰是人大副委员长，民进的主席那么人大的代表，然后是卢展公卢展公是政协副主席政协的代表基本上就是这个通常有这种场合都会考虑到5套班子的配置的问题那么基本上这个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最新的情况呢是什么呢？最新的情况是闫妮和张嘉译领唱的这个社会主义好这段视频在网上消失了。20号晚上开始这个各大视频平台那么甚至微博都把这段视频给删掉。但是叫张嘉译的个人的这个微博账号上面还留着，但其他都不见了那我们来讲讲这个事儿60后的人，只要是60后的人，基本上是听着这首歌长大，对社会主义好这首歌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社会主义好这首歌代表什么？其他都不代表，就代表文革就代表文革，因为文革天天播，天天放那维基百科说这个介绍这么介绍
大家都在用这一段，但这段有问题啊。他说社会主义好是1957年反右运动结束后，庆祝反右斗争伟大胜利，由这个西洋作词，然后李焕之作曲，然后这个一经发表，全国传唱。曾经在5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多次播放的歌曲，基本上文革的时候基本上就播这几首歌，来来去去，因为其他的歌不让唱啊。然后他就说，他说文革1959年大跃进后3年饥荒，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停止播放社会主义好，中小学音乐课也不再教唱这首歌，然后说这个中共宣传主旋律转为同甘苦共呼吸，团结友爱最亲密，这基本上是不对啊，我基本上就没有听过这首歌。他说的61个阶级兄弟的主题歌不存在，文革这首歌从来没有听过，啊，这是不对的。这个维基百科这段话是不对的，前面的我不知道，我没查啊。这首歌到底谁作词谁作曲不重要，因为它是什么？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符号，就是文革的符号。整个文革的过程当中，这首歌从来没有停唱过，各种场合都唱，只要是重要的场合都会放这首歌啊。什么时候这首歌不太唱？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后这首歌就不太唱，为什么？逻辑不能自洽。你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干啥？改革开放不就是你社会主义搞不下去了，才改革开放搞资本主义吗？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如果你理论上讲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邓小平自己说我们不争论啊，不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这争论的来我们都全饿死了，怎么办？不争论，先干，干起来再说，这是邓小平的理论。显然你那个时候在唱这首歌，你就没办法，逻辑上无法自洽，所以改革开放之后这首歌就不大听到啊。再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就是薄熙来，薄熙来唱红打黑。2008年，薄熙来在重庆，他当时是这个重庆市委书记啊。唱红打黑，2008年开始啊，2008年开始，然后这个所谓的唱红打黑，就是其中有一首歌就是社会主义好，那文革的歌其实当时文革的歌全跑出来，什么工人阶级有力量啊，什么就差唱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文革的时候有一首这个歌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这个就是红卫兵小将不讲理，直接就这么来啊！所以其实当时这个薄熙来的他们当时就是唱红歌，唱红歌的模式是什么？比赛，各种红歌比赛，各种比赛，各种拉歌比赛，搞晚会，红歌晚会，各种晚会。所以那个时候，其他地方叫重庆叫什么？叫西红柿。西红，它在西边，红色城市叫西红柿。西红柿暗合什么？暗合中共党旗啊，中国的国旗，中国国旗叫什么？是什么？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炒蛋，红色加上一个黄色，叫西红柿炒蛋。这个重庆就是西红柿啊。那么薄熙来在重庆就讲什么？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真言啊，这就是洗脑，这是典型的文革式洗脑。所以官方简称叫唱读讲传，然后这是这个薄熙来在重庆叫唱红打黑，唱红打黑实际上是唱红黑打，就是对付谁？对付民营企业家。所以你现在对付民营企业家，就直接就把这个私营企业老板抓起来，严刑拷打，最后拿一张纸来签个字，
把这钱卖了，基本就是这样。然后说他什么黑社会，用黑社会的名义抓起来判刑，然后企业没收。在重庆就在干这种事情，所以你看，现在习近平这个灭霸响指这个动作，基本上，是薄熙来玩胜薄熙来做的那种，现在习近平干的事情，2008年这个薄熙来在重庆就已经干过，所以这些红二代，他骨子里是什么？骨子里就是共产党那种土匪基因。暴力基因、土匪做派啊，他是不会改变，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发芽啊。那么这首歌出现在全运会上，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啊。这个环节是讨这个习近平欢心的。不过，社会主义好，代表着文革这个属性是不会改变，是无法改变。所以呢，全运会结束之后，这段视频在网上传播的时候，网民就有各种说法说这个气氛不正常让人联想到文革然后还有说这个张嘉译那身打扮像谁？像石传祥，石传祥是个这个环卫工人，其实他就是专门负责这个掏大粪，就是清洁以前公厕是需要用人工把厕所里的这个粪便运走，他是算负责运这个粪便的工人，叫石传祥。石传祥后来是什么？刘少奇接见的。石传祥出名是因为刘少奇接见的。石传祥说这个张嘉译那身打扮很像石传祥，闫妮那身打扮很像潘冬子红星照我去战斗那么还有人说这首歌不吉祥，说你说社会主义好，恒大就要倒了，你说这个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然后你看资本家就真的不来了，你看为什么最近这个一个是东芝撤离，一个是三星撤离，你看这多应景你说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你看现在瑞银调查76%的外资企业准备撤离中国，你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帝国主义的确夹着尾巴逃跑了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网友还在说什么？都21世纪都过去了21年了，怎么还唱这歌？文革真的又来了吗？大部分人很明白，这首歌就是文革，你唱这首歌就是文革回来了。然后网友都说还有网友说，你全运会唱个红歌也就罢了，别唱到几个月后的冬奥会上。这个整个的舆论这个调子一上来，中共的这个宣传机器现在非常务实洗脑效果好，使劲推送，一发现效果反了，赶紧删掉，就悄悄的把它给删了。这说明什么？这还是那句话我们经常在网上看见，好像大家都挺小粉红，也不是我们对中国网民的印象一大部分是五毛营造出来的。中国人对文革这件事情痛恨文革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洗过来。为什么？血淋淋的有糊涂的，但是这种血淋淋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就讲一个故事讲个什么故事？讲个这个社会主义好的故事。以前有个演员就新疆维族的演员叫克里木，克里木是唱什么歌呢？阿凡提之歌年纪大一点人知道，什么塔里木河也是他作词作曲，他唱，而且唱库尔班大叔你在哪儿，这个羊肉串香又香，这些少数民族演员很有名一有文艺晚会他都上，以前春晚年年都上总政歌舞团的一级演员克里木后来有一次他是全国政协委员，
通常演员都是在政协里头。克里木是去年3月份去世的。克里木呢唱歌呢新疆调子就是唱后面都会上去一下，上去一下啊。然后有一次这个总政那个时候是李瑞环当政协主席的时候，政协搞文艺晚会，就请克里木去唱一首歌。克里木政协委员，这克里木就是一看哟，这个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下面坐着，我得唱一个政治正确的歌。那唱什么呢？我就唱个社会主义好吧，社会主义好这个政治正确上来就开始唱。新疆人讲普通话就是那个新疆味儿，什么什么好吗？什么什么好吗？他这一唱就开始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吗？这后面就是往后面好吗？就上去一下，他就一路唱下去，这底下安排演出的人脸儿都绿了。为什么？他一直在质疑他。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克里木不唱了。克里木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不唱。这就是中国。中国是什么？你可以看到中国文革从来没离开过我们。文革最本质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政治正确最重要。任何碰到政治正确这件事情的人都会完蛋。所以文革当中出了多少事情？什么毛泽东那个石膏像，为了毛泽东的石膏像，多少人家破人亡。就石膏像容易碎，不小心用手擦一下，上了有灰，用湿布一擦，麻烦了，这个石膏就坏了。石膏坏藏起来，结果最终抓到，判刑坐牢，家破人亡多的是。这是什么？政治不正确。文革来不来，文革有没有出现在中国，怎么看？就看有没有政治正确这件事情成为什么？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决定性的因素。这就很重要。当然我说的所谓政治正确是中共的那一套东西。好，我们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这个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那么两岸开始竞争。中国大陆是9月16号宣布申请加入叫 CPTPP， 全称叫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叫全面进步协定CPTPP。 然后台湾就在9月23号宣布向这个新西兰提交了申请公函。台湾行政院发言人9月22号晚上宣布，那么台湾已经在22号下午向新西兰提出正式提出申请那么也同时通知所有 CPTPP 的成员国，寻求他们的支持。那么蔡英文总统从2016年就任以来，政府部门各个部门就已经加入 TPP 进行了通盘的准备那么相继提出修改相应的法律那么而且和国内和国内的各界这个商界的这个进行沟通和意见交流台湾也通过双边、区域、多边的场合和相关成员国进行磋商和交换意见经济部长王美花与行政院经贸谈判总代表政务委员邓振中在9月23号举行记者会，说明这个申请的情况那么 CPTPP 原来就叫 TPP 就是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是一个自贸区是个贸易协定，其实就是自由贸易协定那么2017年前总统川普宣布退出 TPP 然后美国退出之后呢日本和其他的10个成员国，总共11个成员国，在2018年签署了这个协议，这个协议正式生效成员国的人口规模5亿，占全球的7%， GDP 11万亿，占全球的13%那么
蔡英文的意思很明确，加入 CPP，寻求各国的成员国的支持啊。然后呢，就是而且认为台湾方面认为，他说这个22号提出申请是因为申请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加入 CPTPP 呢水到渠成啊。我们来看看各界的反应。美台商业协会欢迎台湾在科技投资和供应链的优势，会是重要的价值伙伴啊。然后台湾能够达到 CPTPP 会员国所期待的高经济的标准，完全有权利加入 CPTPP 啊。而且中国申请加入不会对台湾产生影响啊。这是美台商业协会，日本外务大臣啊，就是外交部长，茂木敏充啊，他说2点：第一，欢迎台湾申请加入 CPTPP；第二，日本将从战略观点、日本国民的理解为基础加以应对。然后这个 NHK 引述外务省的官员说，台日是共享价值观的伙伴，日本对台湾正式申请加入，持肯定态度啊。台湾采取这个市场经济，以世贸以 WTO 的实际成绩，台湾能够满足加入 CPTPP 需要的高标准，值得期待啊，这日本的态度。然后基本上现在的问题有2个，基本上台湾现在遇到的问题有2个，第一个是政治问题啊，主要是政治问题。那么台湾要加入 CPTPP 主要的障碍原因是台湾和成员国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啊。那基本上你可以看，我们一个个数过来啊。日本，我们看一下这个成员国的态度。日本应该会支持，因为日美的主要的战略方向都是支持台湾，所以日本肯定是会支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加拿大的态度，当然加拿大跟中国翻脸，理论上他也会支持台湾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澳大利亚就不用说了，好了，澳大利亚跟中国翻脸翻的最厉害，目前全世界跟中国翻脸翻的最厉害是澳大利亚，所以他一定会支持台湾。而且这个新成立的这个联盟啊，叫AUKUS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协防台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澳大利亚肯定是支持的。然后剩下2个国家，一个是新西兰，一个是新加坡，这2个国家在2013年都和台湾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基本上这2个国家一定会支持，因为他们是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国啊。那么剩下是墨西哥跟秘鲁啊，墨西哥还是会跟美国走。墨西哥跟美国走的话，那应该会支持。秘鲁可能会支持中国啊，对台湾施加压力啊，秘鲁会是个问题。现在还有4个国家，一个是马来西亚，一个是越南，一个是文莱，一个是智利，这个是台湾要做工作的啊。那么总的来说啊，现在中国也在申请。台湾也在申请啊，中国大陆在申请，台湾也在申请。那么他们开始竞争啊，其实现在已经是进入一个竞争的态势啊。那从技术层面来说啊，那么中国目前肯定是没有达到 CPTPP 的要求的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对中国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补贴的问题。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中国加入 CPTPP 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障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CPTPP 允许为开展业务进行跨境数据传输，禁止数据本地化，这是 CPTPP 的明确要求
就是我可以把你在你那里运营的数据放在我这里，这是叫禁止本地化。中国的数据安全法严格禁止企业把数据带出中国，你必须把数据放在我这里。比如说苹果就把它的中国用户、中国手机的用户的数据放在哪里？放在贵州，叫云上贵州啊，那有个很多贵州，因为它这个气候的问题啊，气温比较低，气温比较低呢，数据中心有大量的散热的需要，所以很多人就跑到这个贵州去搞数据中心啊。那么贵州就趁机搞了一个叫云上贵州的数据中心的服务中心啊，那么很多数据就放在那里。那么中国的数据安全法明令禁止，你要是在中国提供服务，你不可以把中国用户的数据拿到你的那个地方去，你必须放在中国境内，就是这个是明显有冲突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政府采购，政府采购中国明显是达不到标准的啊，所以这一堆其实对中国来说，当然还有很多，包括劳工，包括环境，包括一些和意识形态有关的规定和要求。当然，中国根本他可以全答应啊，最后他根本不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问题是，CPTPP 跟 WTO 不一样，WTO 是仲裁，CPTPP 是相互之间的这个我们叫义务约束。如果你不能达到这个要求的话，可能会被踢出局都不一定。所以这个事儿不一样，这跟 WTO 不一样，不跟你矫情，基本上没有矫情的意义啊。所以所有的这些日本麻生太郎是日本政界一个对华鹰派，基本上最鹰的鹰派就是麻生太郎。麻生太郎就反复的问一句话：中国真的能遵守规则吗？这问的非常准确。那么总的来说，从技术层面来说，说我们讲这个两岸竞争加入 CPTPP，技术层面台湾有优势，台湾和这个 CPTPP 提出的要求，基本上稍微的做一些法律上的调整，它就能够在技术上能够达到它的要求。那在技术层面，中国有几座大山要翻啊！中国如果不修改它的国内法，你比如说数据安全法，它不修改的话，它就过不去，它没办法得到这个 CPTPP 的呃成员国的支持，因为你明显违背了它的这个，你全部都服从这个规则，就你不服从，那怎么行啊？这里面可以给你过渡期，但是过渡期我给你3年5年，你最后还得过来，你不过的话，那肯定别人还是不答应的。所以从技术层面来说，台湾在海峡两岸的竞争当中，技术层面台湾有优势，但是在政治层面啊，我们讲政治层面，中国大陆力量更大啊，力量更大的原因是什么？台湾跟这些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中国大陆跟他们全部都有外交关系，有外交关系就可以施加政治影响，就可以做工作，假以时日啊，这个没有叫什么？有句话叫没有撬不动的墙，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假以时日，这也是当年 WTO 基本上是软磨硬泡出来的啊，所以基本上现在呢，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到底谁能先进去？台湾那边似乎比较乐观，但是我倒觉得未必啊，我倒觉得未必。台湾可能会有，我觉得台湾可能会有技术层面会有一些优势，但是政治的力量大呀，啊，所以这个问题取决于谁？这件事情还取决于美国啊，美国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态度，他出不出手，他会不会在后面发功，
做工作啊，这个很重要啊。其实核心问题还是看美国。我们顺便讲讲这个 AUKUS 啊，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大会最引人注目，这次最引人注目就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这个组织的这个 AUKUS 之后，法国翻脸啊，法国翻脸，因为澳大利亚取消了跟法国的造潜艇的合同啊，不少钱啊，所以法国非常愤怒，召回了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的大使啊，非常的生气。然后呢，9月22号，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啊，这是这个拜登主动打电话给马克龙啊，跟他做工作。白宫发言人透露啊，拜登和马克龙通话了20分钟，气氛友好。啊，拜登在通话当中承认，在正式宣布 AUKUS 之前，本应该跟法国人进行广泛的磋商，避免发生现在的这个局面。那么，希望这次通电话成为美国跟法国关系恢复的一个正常的契机。然后呢，美国跟法国发表联合声明啊，第一个，两国领袖决定开启深入磋商进程，目的是为了确保信任创造条件。两人同意盟友之间就关乎法国和欧洲伙伴战略利益的事情公开磋商会带来好处。拜登重申法国和欧洲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拜登与马克龙将会在10月底在欧洲会面。法国驻美大使将在下个星期返回华盛顿，并和美国高层官员密切合作。啊，这个当然，法国召回这两个这个驻美大使、驻澳大使，然后这个马克龙很愤怒，他的部长也很愤怒，这个大骂美国，大骂这个澳大利亚，然后这个当然是要做的，这是一个民选的政府，显然碰到一件这么打脸的事情，你不表演一番，你国内过不去嘛？啊，是不是？这件事情肯定是要做的，但是呢，基本上，你像那个英国首相后来在发言中说，法国差不多就得了啊，法国也就迅速的下台阶了啊，演戏给国内看。为什么法国这么快就下了台阶？所以你可以看之前觉得法国这个美国把欧洲得罪了啊。我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是从那个法广那儿看到的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是柏林的《世界报》，这篇文章解释啊，这篇文章其实解释了什么呢？解释了为什么法国这么快就台阶就下来了。这篇文章的标题，第一篇标题是潜艇订单是对默克尔中国政策行动的回应。这篇文章说，法国以及欧盟丢失澳大利亚潜艇订单纯属咎由自取，因为以德法两国为首的欧盟正在和美国的敌人中国大做生意。拜登不过是让德国以及欧洲照镜子，假如他们在幼稚的愤怒眼泪中依旧还能看清楚东西的话，就会看到自己的虚伪。这个话写的非常的狠啊！所以呢，潜艇订单事件是对默克尔的背叛之反回应。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道悄悄地完成了欧中投资协定的谈判。当时拜登已经胜选，但是还没有正式上任。欧洲根本没有就协议的谈判咨询过华盛顿，华盛顿不得不无助地看着协议达成，欧洲也由此传递了一个信号，不会跟随美国的强硬对华政策。拜登对这个信号的解读是，欧洲人一方面要超级大国美国提供军事保护，另外一方面又想同时和美国的敌人做生意。在阿富汗问题上，以及在如今的潜艇问题上，
拜登向欧洲人清楚地表示，美国不再容忍这种两面派的外交。这篇文章这么说。你看，在另外一篇，最后他的结论是：德国还能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吗？拜登总统前一句叫拜登总统今后将会让欧洲人为这种伪善付出代价。然后最后问：德国还能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汉堡时代周报，它的标题叫地球继续转，欧洲当观众。然后澳洲全艇订单事件表明，欧洲人想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做法恐怕难以为继。拜登为什么要冒险去史无前例的得罪欧洲？因为他把对抗中国置于其他一切事物之上，因为他相信欧洲人自己没有明白这场与中国的对抗对整个西方到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在从阿富汗撤军时，拜登就以此为由，这场持续20年的战争削弱了美国及其盟友，并且分散了注意力。与此同时，中国则不断的变得强大，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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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他就说，最后他这么讲，他说，从长远来看，在最重要盟友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冲突中，欧洲几乎不可能灵巧的左右逢源。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会容许欧洲这么做。就在最近，中国人向德国人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正在驶向印太海域的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请求访问上海，从而能够拉拢一下中国，但是中国拒绝了访问的请求。想让所有人都满意，很容易导致自己像个傻瓜，这在外交领域同样适用。你看这两份文章你就知道为什么马克龙这么快就下了台阶了，再不下台阶他可能机会都没得玩。好吧，这两个主题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一下，赖坡生，谢谢 Regit 王，谢谢提问，请问这跟薄熙来鼓励唱红歌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这还不是唱红歌吗？红歌都唱到全运会上去了，薄熙来唱红歌也就在重庆唱一下，对吗？习近平让他在全运会上唱，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规模更大而已。观点有感而发，写了一个不严谨的对子，献丑一下。满肚肥油的官僚堂而皇之的指导全国运动会，与民争利的权贵恬不知耻的高唱社会主义好。OK， 观点：社会主义在东欧、苏联、古巴、朝鲜被反复的证明是人类的悲剧，今天在中国大陆也会带来更大的悲剧。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带来的是无尽的祸害，战争、杀戮、饥饿、反人类，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反人类。社会主义的运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你去看一下，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伴随着饥饿、战争、屠杀，最后的反人类。情况，我70后尾巴，读小学的时候还唱这首歌。记得读小学4年级，8964后兴起过一阵唱红歌运动。只要是唱红歌，就是文革，你就身处文革啊。情绪说出来，也许大家不信。我当时离开中国移民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些革命歌曲。一到什么五一国庆就各种革命歌曲比赛，实在听着想吐，太假了。情况9月18日 CCTV 中国文艺播了一期向红色经典致敬，歌颂文革时期8大样板戏之一的红色娘子军，文革复辟的气氛真的越来越浓了。
样板戏要致敬了啊！我看有一天得请这个江青来，请江青的这个魂魄来向他致敬一下啊！情况，国内媒体开始报道，中科院研究表明，前年9月前后，病毒开始大概率已经在美国、欧洲流行，早于武汉，真是恬不知耻。提问：王老师可否做一期节目，谈谈最近维基百科取消中国大陆12名管理员权限，因为他们涉嫌渗透这件事情？不用一个节目，一句话就够了，一句话就够了。维基百科做了正确的事情。西方我经常讲，西方开放的社会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当他面对一个集权政权的没有底线的攻击的时候，他该怎么办的问题。如果他无所作为，他将体无完肤啊。那他们现在开始动作，这维基百科取消这12名管理员的权限，说明什么？说明他知道来自中国的渗透，来自中国的操纵对他们的伤害有多么大。所以这件事情做得很对，很好，而且应该继续做下去。情况，达卡奥克斯，澳洲，昨天和一位中国老奶奶聊天，一开头就跟我说她在澳洲也天天看今日头条和微信，我心里想着估计是老粉红一枚，说话用词必须小心，免得玻璃心碎满地。聊着聊着，奶奶就用武汉肺炎这个词儿，也跟我说其实她和她老伴都有看台湾的政论节目，她也支持澳洲政府调查武汉肺炎的起源，因为死了那么多人。而且为啥可以说日本脑炎、德国麻疹就不让用武汉肺炎？逻辑上说不通嘛。有独立思考的老人士还存在，非常正确，就是这样啊。情况，今天看到一点有关恒大的新闻，恒大办了自己的报纸《恒大报》，有一个报头的截图，徐主席考察江苏，会见江苏省委书记，这气场不注意以为是经上。有人用这个报纸拿来攻击这个许家印啊，意思他僭越啊，这不是封建社会是什么？为什么不可以？他自己的报纸，他想怎么办怎么办？难道还有这个规格吗？啊，谁有钱谁去办，他想他自己办的自己报纸，想怎么摆就怎么摆。我不是说帮维护许家印，我是非常不耻这种封建意识啊。情况，现在中国大陆能够正常往返澳门，可以办理通行证和签注，只需要出示7天内的核酸检测报告就可以进入澳门，不需要隔离，返回也不需要隔离啊。OK， 提问，请教老师一个题外话这么长。昨晚朋友过来聊天，他是名校教授，白人啊，这在美国啊。他跟我说，最近遇上一件糟心事。他住在学校的公寓，同层的隔壁是一个中国人，医学博士，职业是医生。家里中国人邻居总是把全家的鞋子都摆在楼道，很不雅观。那片公共楼道俨然成了他家私家换鞋区，公然侵占公共区域，这在美国非常不可接受。我这个朋友就去敲门，客气地向这家人提出意见，结果让朋友大跌眼镜的是，这位医生竟然反过来指责我的朋友，说这是种族歧视。朋友很不忿，也不服气，也不理解，请王老师解惑。名校博士和医生也摆脱不了中国的陋习吗？我的朋友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恨不得把他的鞋子一股脑扔垃圾桶。这件事情是这样，不一定他不肯把这个鞋子收回去啊，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要考虑这种方式啊。这种方式你去敲他的门啊，当面告诉他你的鞋放到外面，侵犯了公共的区域的权利，你应该把鞋放回去。这叫什么？这叫当面打脸，
啪啪响啊，中国人会觉得没面子，没面子，而且你当着面跟我讲这个事情，你当着面跟我讲这个事情，说明这件事情就公开了，因为你跟我讲，你也会跟其他人讲，那也就是说，你把这件事情向全世界公开了，那当你向全世界公开的话，那我必须反抗。所以他就说你种族歧视。他说你种族歧视，岂不是明显的这件事情跟种族歧视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攻击对方，用攻击对方的方式来防守，他处于一个防御状态。这就是中国人。中国人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没有公共概念，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没有公共概念，所以中国人没有你看，在公共场合，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表现和他在他们家客厅是差不多的，他没有公共的概念，所以中国人，你说他把这个鞋子放在外面，他不一定是故意的，但是他就是要占点便宜。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他放鞋还好，有些人直接把鞋架就放到外头，那他这么做但是呢，你用这种方式去告诉他，等于是挑起了一场战火，所以这件事情这么做肯定是不行。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是悄悄的写个纸条，放在他的信箱里，告诉他，你呢是个很有名的教授啊，很有名的医生啊，但是呢，这个楼道呢是公共场合，现在听其他人议论这个事情，会影响你的声誉，你最好把这鞋收回去。哎，你写个这样的纸条，放他信箱里，悄悄的，你就说我呢，我一片好心，提醒一下，我不会跟其他人讲，把这纸条往那一放，他肯定会收回去。你要告诉他后果是什么，然后告诉他这事儿呢，就是你我之间知道就行了，他得要面子，你把这当着面打脸，这不干，这应该是这样，而且要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够告诉他你是谁，这件事情才成，否则的话，你这个敲门跟他当面讲，这就是一场战争为什么？虽然他是个名医，虽然他也是个博士，但他首先是个中国人，他骨子里中国人的那些德性就在他骨子里会出来，随时都会跑出来。提问：请问该如何客观的评价中共的政策？中共的所有的政策没有民意授权，每个政策有利好方，有利空方，有利好方往往是政府执法部门。于是我们总是得出这个坏政策的结论。你让我怎么教你？我不知道怎么教你。每一个政策出来，你要知道，首先你要知道这个政策的意图是什么，因为为什么它会出一个这样的政策，然后你要分析这个政策的影响是什么，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它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然后根据这个背景，根据它的意图去分析这个政策的影响，那它能不能帮助民生、帮助经济？它能不能解决它政策设定的目标问题？如果它能够解决它政策设定的目标问题，这个政策就符合它的意图。跟好不好、坏不坏，老实讲，我从来不会讲，我不会用好坏来评价一个政策，因为任何的一个政策，其实都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就是代价，就是你的代价，你要付出什么呢？没有政策是不需要付出代价。以前改革开放经常有一个什么呢？叫钱就没有啊，给你个政策，你拿着政策去做事吧。以前为什么政府没钱？中央政府没钱，就用政策代替资源，代替资金
给地方，地方政府拿着政策自己去找钱，自己去把事给办了。所以政策虽然不是现金，不是资金，但是政策也是资源。我举一个例子，4万亿98年金融风暴，4万亿08年金融风暴，金融危机期间，那么4万亿的刺激经济政策，4万亿经济政策的怎么弄呢？中央政府3，地方政府7，3、7开，中央政府拿30%的资金，4万亿嘛，那么地方政府拿多少？那70%，那么地方政府没钱，中央政府也没钱，但中央政府有银行，所以中央政府就从银行的巴拉巴拉把钱给弄来，就开始往地方注资搞项目。地方政府没钱，地方政府没钱怎么办？温家宝就开了个口子，这个口子一开就不得了说什么口子？地方政府就给地方政府一个政策，那你们不是有融资平台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吗？你就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去融资，拿来的钱搞项目。原来呢，在此之前呢，有预算法规定的很清楚，地方政府不得有财政赤字，就是必须平衡预算。平衡预算，你挣多少钱花多少钱，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定。那自从这个温家宝给地方政府一个融资平台可以融资的结果是什么？地方政府财政再也没有平衡过。为什么？对，它的财政是平衡的，但是它的融资平台就借钱，大量的借钱。所以呢，现在地方政府的地方债有多少？现在账面上是25万亿，其实隐形债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悄悄的借了钱，没有告诉大家，隐形债有多少？50万亿，25万亿加50万亿有多少亿？75万亿。如果你这2年的增长情况呢，我看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借的钱借了75万亿，从哪里来？从温家宝这个政策来，1分钱没给，地方政府马上就不仅仅追加投资，最后4万亿变成多少亿？30万亿，4万亿变成了30万亿，这就是政策。政策你不能仅仅看一头，你看很多头，所以这个政策的后果后患无穷，无穷到现在还在付出代价。所以现在地方政府为什么地方政府现在财政状况这么紧张？因为60%的地方政府，它的省级财政的支出有一半是拿来还债、还息，不是本。本怎么办？本基本上现在干什么？借新还旧，借新债还旧债。所以你想，政策怎么评价？政策就要这么评价，客观评价就是这么客观评价。只要不喊口号，你好好的去看就能客观评价。我不喜欢的就是喊口号，喊口号没有意义，因为你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不会知道真相。观点：美国在阿富汗20年投入20万亿，但是依然决绝自阿富汗撤军，清楚地表明，美国一旦下决心脱钩，就一定会执行，无论前期投入多么巨大。土共还抱着幻想，以为纠葛复杂的经济利益可以做筹码，非常对。情况从清华大学到躺平吧，新躺平吧，到后来的感恩吧、谐音吧、贴吧，最近2年有不少不谐之音。中国网民不是没有人表达自己的意愿，我们只是被迫做了网络流民，非常对。中共占领了网络，所以很多网民的声音出不来。占领网络的都是谁？都是五毛。所以你看到的很多五毛的言论，并不代表网民的全部的声音。情况往往是我住在马来西亚，所住的这个小区很多华人，他们很多人把鞋架、旧家具、香炉甚至废品放在楼道里，给大家带来很多不便。中国人就是这样，
占便宜啊，就是要使劲的去抢。为什么？中共没有底线，中共这个政府呢，它完全没有规则，既不讲规则，也不讲底线，更没有道德。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丛林法则的社会。丛林法则会怎么样？就是要去抢。本来你应得的东西，你要去抢，你才能抢得到，否则你就会被夺走。所以你看自助餐，自助餐就非常典型的中国人的社会，中国人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从这个社会走出来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人啊，非常战狼。所以你看，要标榜战狼，你想狼是什么鬼？畜生啊！而且是那种贪婪无耻、残暴的畜生。他标榜我是战狼，他不标榜我是一个人，说明什么？人性泯灭嘛，还有别的吗？啊，够狠吗？啊，情况南加州的盗贼都知道，把鞋子放在门口的屋子一定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喜欢放很多现金和珠宝在家中，所以他们专门去偷这种屋子，是吗？现在还有人放现金放在家里的吗？观点关于这个鞋子，我觉得王老师是站在自己是中国人的背景来分析这个事儿，但老外没有中国人的背景，他不会这么考虑啊，他只会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做，就直接告诉他。我觉得这个老外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对，当然他没有不对啊，这是中国人不对啊，这肯定的啊。我只是说，如果他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我的那个方法比较好。老外的那个方法呢，是正常的表达方式，这个他没有错，只不过呢，他用这个没有错的方式呢，我估计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就这个原因。我的出发点是搞定这件事情啊。情况本人2019年高考，国内重点大学读过3个月，现在已经出国留学，看了王舍关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那个话题，有感而发。国内不管多好的大学，都要学马克思主义原理，甚至习近平思想。对，你没有的选择，这就是文革。文革就是我那天看什么说呢？那个叫谁啊？那个哎忘记了，他他自己走了。49年的时候，他自己走，忘记名字了啊，现在记不住啊。儿子留在国内，后来有一天，他看见一篇文章，是他儿子写的。这篇文章在批判他，他感慨的说了一句：“我原来以为他失去了说话的权利，现在看来，他已经失去了沉默的权利。”就是这样。文革是什么？文革你就不要谈你有没有说话的权利，不是的，言论的权利没有，这讲多了。文革是什么？文革就是你没有沉默的权利，就叫文革。情况现在深圳在搞人大选举，要求各个社区设立投票处，但是选票是社区人自己做的，选谁都是内定，街道还要来检查工作，有没有作假，也是够魔幻。观点：一个国家的国歌歌词作者都在政治运动中被虐待致死，没有人可以通过唱社会主义好，在这个国家有尊严的活着。演艺人员本来是应该通过自己在艺术方面的天赋和努力安身立命，在这个神奇的国家，则必须打着虚假的幌子才能活着。非常对啊。情况：某金融机构小交易员前几次向王老师汇报交易员公众号被封之类的情况，虎头蛇尾。这次再汇报一个：内地某省统计局造假，金融机构发行以及买卖存单做 GDP， 造假就这么来的。OK， 造假这个买卖存单放到 GDP。OK， 观点：从川普政府出钱帮撤美资，就是开启了夏木闸，跟的就是纷纷迁往越南、东南亚的苹果、三星、东芝等等。
帝国主义真的再次逃跑了。40年的经济要生的悲喜剧将曲终人散。黄炎培先生当年提出的周期率定论，毛泽东没有跳出去，习近平更跳不出去，最倒霉的还是普罗大众啊。你发现没有，这一类观点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最倒霉的是普罗大众。你能不能想点别的呢？啊，普罗大众不一定是最倒霉的。普罗大众，你看一下文革你就知道，文革最倒霉的是谁？迫害的最严重的是谁？是共产党自己，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人进行各种迫害，最严重是这个，不是普罗大众。普罗大众跟着在那举手喊口号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老百姓，我们就天然的正确，不是的。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恶啊。情况前一段时间出差吃饭时，有对台部队的军官很吃惊，他们普遍认为台湾很多方面远超过己方，从科技到海空军能力，而且认为蔡是由广泛民意支持选上来的，国民党如果不改变，毫无机会。观点：国内从普通民众到地方官员、中下级军官对两岸情况是明镜一样的清楚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有跌过的记录吗？当然有，你查一下2008年，深圳跌掉了多少？跌掉1/3，到处都在砸这个售楼处，你去查一下。你再去查一下1997年，查一下1997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房价，你去查一下。OK， 要做功课，不要偷懒啊。提问：很多人说到房价暴跌就拍手叫好，心里想着房价跌了，炒房客赔了，原本买不起房的自己能买得起房了，全然不知道房价下跌对通胀、物价、就业各个方面带来全方位的负面影响。可以请王老师从经济层面系统地讲解一下房价对整体经济的关联吗？房价暴跌最终会出现什么情况？美国次贷危机啊，美国次贷危机就是房价下跌的后果。房价下跌的后果是什么？你以为你买得起房，你最终失业了，你还是买不起房。记住，靠房价下跌你买得起房的那是个幻想。买得起房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挣更多的钱，而不是房价下跌。除非你已经挣了很多的钱，当房价波动的时候，你找个低位进去，那说明你不是买不起房，是你没有选择，你在等待机会。所以机会永远是自己创造，前提是什么？你有那笔钱。如果你连那笔钱都没有，那是没有机会啊。观点：在台湾大楼没有人敢把东西放在走道里，就算没被物业收走，也会被其他住户私下认为没道德。观点：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相信除了实际外还是姿态，这样 TPP 可以更容易的处理，因为很大可能性是中台都不能加入。为什么？我不同意啊，这个是误导。提问：请教中国制造限电背后是什么逻辑？中国制造限电背后有2个逻辑，第一个逻辑就是减排，第二个逻辑是什么？第二个逻辑就是碳煤动力煤的价格超过了发电厂的成本，就2个逻辑，背后逻辑就这2个。第一个逻辑就是政府要它节能减排，你不能达到节能减排就限电。你比如说铝厂你现在的要减产，为什么要减产？因为你的排放超标，我整个云南省超标，云南省发改委就通知这几个用电大户开始停产或者减产，这背后就是这些东西啊。看一下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今天上午这个节目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会限电啊？
提问：对确诊新冠的人强制隔离，是否算是对人身自由的侵犯？强制隔离有多强制？得讲清楚，怎么个强制法？我不知道你讲的强制是什么。中国大陆的强制就是，有两个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连滚带爬的把你从房间里拖出来，扔到车里面去，那就叫强制。但是在美国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美国发生这种事情，基本上我不知道它会产生什么后果，这是非法的所以强制只是在中国发生。那么中国有没有人身自由？当然中国没有人身自由，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人权，中国政府根本不遵守宪法，那你说是不是侵犯？当然是侵犯，当然是侵犯。观点，我记得看奥运，总觉得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罗马尼亚出来的运动员表情僵硬，即使社会主义已经瓦解，他们的运动员还是如此，笑容远不及民族国家运动员来的自然。这是我一直的疑惑，为什么会这样？这2年想明白了，社会主义国家是反人类，所以运动员只是国家的机器，非常对。机器怎么会表情？机器没有表情。现象，美国驻华大使微博账号下面的评论，这几年和前几年差别很大。现在全是各种粉红留言，我原来以为是劣币驱逐良币，现在才知道是组织性的留言，非常对，就是组织的，不是组织的也说他是组织的，气死他去，对吗？观点：法国就像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只不过做一个姿态，借此机会还会向 AUKUS 争取一些其他利益。有人认为法国会由此靠向中国一边，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另外，中国对澳洲的贸易制裁几乎成为中国制裁的反面教材，澳洲被制裁的商品几乎全部找到了替代市场，实际受到影响很有限，顺便帮助澳洲找到了可替代的买方市场。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转型为全球市场，非常对。情绪，上周五王老师才说李嘉诚不会那么蠢回中国，第2天李嘉诚就把上海盛会卖了，真准。OK， 谢谢。建议王老师如果总迟到，那就另外定一个不迟到的时间开播。准时是新闻工作者的首要条件，任何借口都是苍白的，还会有用迟到增加点播率的道德风险。第一个，迟到不会增加点播率这个没有道德风险。第2个，我还是尽量的不迟到，但是迟到不是我没有做，是我在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这就是新闻工作的不确定性就在这里我们不是做一个标准的产品，我们每天遇到的情况不一样。我知道这个解释是苍白的，在你那里但是它的确是这么发生那么如果我再去把这时间延后，我还会遇到一个情况，还会迟到。为什么？你想一下，你的时间点在这里的时候，你的整个工作安排是这样如果你把时间点延到这里，你的工作会变成这样。所以这是当然我迟到不对我迟到不对，但是我不觉得你的观点对。我尽量的改正，但是也尽量的不迟到，但是我做不到不迟到。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新闻工作，我没有一个像电视台那样的一个团队来保证这一点，所以这里面有一些个人的因素吧所以尽量不迟到是应该的，我也不给自己找借口，所以我为什么要道歉的原因就在这里明谢 Warren Wong， 谢谢提问：中国银行被恒大重伤，习主席会不会不顾一切举债跟美国联盟军备竞赛？有宣战的条件吗？是否会拖垮经济？中国一直在增加它的军费开支，没有一年不增加，每年都在增加，只不过每年增加几个点。这是第一。第2个，中国的军费也不透明，你看到的预算国防预算
只是它整个军费开支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它有很多的军费开支放到其他的里面，比如说国防科工委，国防科工委实际上是它的所有的支出都是为了军队的，但是它不算军费开支，它算一个什么政府开支，所以它有很多这种预算，这种预算你不知道国防科工委花了多少钱啊，所以这里面就会有很多。那么中国会不会举债去搞军备竞赛，我就不知道，这假设性的问题达不到啊。但是毫无疑问，美军在更新它的战备啊，美军在更新它的战备，亚洲其他国家在提升它的战备，你比如说澳洲，澳洲它准备建它的核潜艇等等。中国在不断的提升它的这个国防开支，也在提升它的军备，军备竞赛其实已经在发生啊。那么有没有条件宣战？我看不到现在没有，我不认为这个地球上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向美国宣战，除非他的领导人疯了，好吗？拖垮经济都宣战了，跟经济就没关系了，那就进入动员战状态了。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